如此看来呀，我们在这6大领域的发力是完全正确的。早一天完全实现独立自主，美国的制裁就将早一天完全失效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爆米说。这期的话题我们说的是中国在6大领域全力推进自主，成功之后将再也不去制裁。前几天呢，美国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前主席罗杰斯在媒体发文说，美国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制裁俄罗斯，让中国产生了警觉，他们将大力的加强高技术自主研发的力度，未来对中国进行制裁的话，可能就完全不起作用了。不知道这位罗杰斯是健忘还是装傻，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和禁运呢，从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。而且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贸易制裁，比对苏联、对俄罗斯要彻底的多啊，要歇斯底里的多。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，考克斯报告出台，严重影响了中美之间的高技术的合作。美国对中国高技术出口和交流的防范与限制，比对其他的任何国家都要严厉而敏感。特朗普上台之后，中美之间的先进技术合作是完全被切断，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被彻底禁止。所以这位罗杰斯在2022年的今天出来说，中国对西方的制裁可能免疫，只怕是得了健忘症。罗杰斯比较关心中国在6个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，我们可以据此做出判断，如果中国在这6个领域完全取得自主的地位，美国的高技术霸权就必然要崩溃。哪6个领域呢？分别是半导体、计算机操作系统、支付网络、民用航空、mRNA 疫苗和农用的种子。半导体也就是集成电路，这可能是中美高技术交锋的主战场。罗杰斯认为，中国还要花费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实现高端集成电路的完全自主，特别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解决光刻机。看来中国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在集成电路上的坚决投入，对罗杰斯的刺激不小。他相信中国能够解决芯片自主的问题。在操作系统上，罗杰斯特别关注华为的鸿蒙系统，这是当前中国自主操作系统中人气最旺的一个。但是我们中国绝不仅仅是只有鸿蒙2021年底，有科技博主讨论了国产操作系统，体验了6种产品，其中包括鸿蒙。国产操作系统的主要困难呢，是产业的生态还没有形成，而不是没有平台。如果美国政府像制裁华为一样的制裁中国的整个信息产业，那么在政府的坚决引导下，国产的操作系统很快就能够形成生态。至于支付网络这里面说的不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，还是美国人拿来收割全世界的 SWIFT 系统。罗杰斯说，中国虽然有自己的 CIPS 系统，但是用户太少，只有 SWIFT 系统的一个零头，这个是事实。但是随着美国政府的倒行逆施和信用的丧失，越来越多的国家担心，如果哪一天美国把自己踢出 SWIFT 怎么办呢？因此必定会有一大批国家会转向 CIPS， 至少是搞双轨制。如果某一天 CIPS 成为国际支付的主要手段之一，那必须要感谢美国政府的制裁。中国民用航空技术的差距确实非常大。美国波音公司在上个世纪60年代首飞的波音737客机，至今还是我们中国大飞机学习的对象。我们的 C919 客机还没有能够投入商业的运营，但是这并不是什么战略性的短板。我们的国内长途旅行呢，可以选择高铁，也可以选择民航，而不是像美国或者是澳大利亚那样没有大客机就不行。而且受疫情的影响，中国国际国内航空客运市场的需求不太旺盛。现在航空工业部门有足够的时间去开发自己的型号。第5个领域是 mRNA 疫苗。美国的 mRNA 技术确实比较先进，以辉瑞为代表的 mRNA 已经生产和注射了几10亿剂，但是
mRNA 并不是万能的，每个人虽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注射率，但是依然挡不住疫情的持续扩散和极高的病死率。然而，罗杰斯这些人并不关心美国人民的疾苦，他更关心的是中国人的竞争力。他特别点名一家叫埃博生物的中国企业，说埃博生物在 mRNA 疫苗研制上进展顺利，言下之意说辉瑞的垄断地位就快要结束了。最后一个领域是农用种子。他说，因为担心外国公司控制中国的粮食供应，中国决定不再进口国外的转基因种子，而是依靠国内的企业全力突破关键技术。中国还收购了瑞士的种子和农用化学品的巨头先正达，全力以赴地保证粮食的自主。罗杰斯为什么高度关注这6个领域呢？原来这6个领域都是美国企业占据优势，可以为美国获得超额的利润，是美国全球称霸的经济基础。如此看来我们在这6大领域的发力是完全正确的。早一天完全实现独立自主，美国的制裁就将早一天完全失效。好，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。